我们要来做一道非常传统的马来西亚美食——槟城虾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婷婷，欢迎回来 Chris and 婷的幸福小居。如果你想要学习更多简单美味的美食料理的话，记得点击关注和开启小铃铛哦。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槟城虾面需要一些什么材料。首先呢，我们需要一些虾壳。这个虾壳大家在日常吃虾的时候，可以给它慢慢的累积收集起来。接下来呢，我们需要一些龙骨，还有一些瘦肉。等一下我们可以放进去虾壳里面一起熬汤用。虾面当然少不了我们一整只的虾、黄面，还有米粉。我们需要一点空心菜，还有一点豆芽、鸡蛋，还需要一点炸油葱。最后的最后呢，虾面的精华就是在这个我们的Sambal Chili Paste。这个 Chili Paste 呢是自己做的。那如果你想要知道这个 Chili Paste 怎样做的话，记得点击这个 link 去看哦。这个 Chili Paste 呢，我们 for 这个虾面，它的油分呢会比较多一点。那等一下再告诉你为什么我们煮虾面需要的 Chili Paste 油分需要多一点。以上这些就是我们今天煮虾面所需要的所有材料。那这些材料的具体的克数呢，我会放在下面的说明栏里面，大家记得去看哦。那在开始之前呢，我可以先教大家怎样来收集这个虾壳。首先呢，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，当我们就是在处理这个虾壳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把这个虾头，还有它的须，还有它的这个尖尖的部分呢，给它剪掉。大家就用剪刀把它这些须没有用的剪掉啊，这样子剪掉。剪掉过后呢，大家记得要把这个虾头里面的一些膏体啊，给它挤出来，然后用水给它清洗干净，包括它虾壳的身体啊，这些身体我们到时候处理的时候都要给它清洗干净过后呢，大家才可以放在这个就是 double way 里面，然后就直接放在这里面，然后呢把它关起来，直接马上收进去冰箱里面冷冻，这样子呢我们可以确保它的新鲜。那这样子的方式来收集这个虾壳的话呢，大概可以耐个6到8个礼拜，要看你家冰箱的那个冷的度数有多少。所以呢，如果想要吃一餐非常正宗而且非常好吃的虾面的话呢，我们在平时吃虾的时候就要勤劳的来收集这个虾壳。那我们第二步呢，就是来处理这个整只虾。那整只虾的话呢，我们很简单，也是一样哦，我们要把它前面就是多余的那些须啊，还有那些尖的地方给它全部剪掉。那然后呢，我们要从虾背这边用剪刀给它剪开，然后我们挑出里面的肠泥。大家可以用手直接这样拔出来，或者说直接拿在水下面给它冲洗，很容易就出来了。这个就是这个虾膏，还有它的肠泥，黑黑的这一条，我们把它处理干净。那处理干净过后呢，大家可以清洗一下这只虾。那这个虾呢，等一下我们就可以拿来直接烫煮就可以吃了。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点个赞和分享出去哦。那在我们今天正式开始煮之前呢，我给大家一个惊喜好不好？那今天呢，我有请我的一个特别的嘉宾，她就是我的家婆。噔噔，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婷婷的家婆。今天我们婆媳呢双剑合并，魅力不可挡。所以我把这些槟城虾面呢简单化一点，好像你们这些匆忙的工作人员啊，或者是家庭主妇啊，比较容易煮一餐美味的虾面给家人吃。因为在外面吃嘛，一顿是蛮贵的虾面，自己做呢经济核算又健康，又没有加一些味素精的，比那个黑米啊好了嘞。OK， 拜拜，跟我来进厨房吧，互相学习。我就要教大家如何煮一锅好吃鲜甜的虾面汤底。首先呢，我们要把这个骨头里面的那个肥油啊油脂去掉，然后那个汤汁才不会污浊，会有点清澈透底。然后我们全部的那个骨头呢，冷水下锅，跟连那个猪肉呢，然后配那个虾面的猪肉呢也一起放下去。
接着我们把火开一下小火，冷水下锅呢，跟那个小火呢，是因为我们不要使那个猪肉和肉骨里面的甜味呢流失掉，然后慢慢的，我们要把这个骨头里面的污浊的那个油水啊、血水啊，给它让它浮上来冲洗掉。我现在呢，请大家看一下，你看这个水多么污浊，还有血水啊、污浊的东西都浮上来了。然后呢，我们就把火关掉。接着呢，我们等下拿去水龙头冲洗一下。那现在呢，我就慢慢把这个污浊的水倒掉。事先呢，我已经把这个新的水槽已经洗干净了，大家看一下吧，你看多么肮脏啊！然后呢，接着我们就开水龙头的水冲洗一下，然后放在盘子里面，冲掉一些鱼渣。然后有多余的那个肥油啊，跟它就刮出来吧，吃的健康。然后请大家看吧，是不是很干净了呀？事先呢，当我们在煮那个猪骨的时候呢，我们也准备一锅的热开水。然后呢，我们就把这个猪肉啊、猪骨啊放下去熬，全程大概2个小时。可是那2块猪肉呢，因为等下我们要配料吃嘛，就大概煮20分钟到半个小时，或者是等到那个猪肉煮熟为止。当我们呢把猪肉骨呢放进去的时候呢，把火开大，然后呢它上面还会浮上一些泡沫啊、肮脏的东西，我们就用这个跟它捞起来，然后用盖子盖上去，然后把火关小 medium high 中大火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炒虾壳，然后首先呢把这个火烧热，然后呢把虾壳倒进去，然后接着呢慢慢把它炒干。我们这个虾壳呢大概已经收集了700多克，所以大家可以收集到小家庭呢大概600克左右吧，然后大家庭大概收集700-800克。然后这个我们今天做的分量呢，大概可以有供给6到8个人吃，这要看你们大家的胃口大小而定吧。有小孩的可以吃到10个人。我要把这个虾壳炒到蛮干的，然后才放那个3包吉利 paste。3包吉利 paste。今天为什么刚才我媳妇说这个3包吉利 paste 呢是比较油一点，是因为等一下这个虾壳炒到稍微干的时候呢，我就把这个油跟里面的一个 paste 跟那个酱汁倒下去炒。然后一些油呢，等下我也要做汤的，然后也要做个干捞的，给大家多的选择。我把这个虾壳呢炒到它的收汁了，开始收汁了，没有了，要干了。那个虾的味道呢很香，也四溢，香味四溢。然后呢，接着我就要把这个万能的3包辣椒酱加进去炒。有看到吗？多的油，然后大概1汤匙，再放第2个汤匙，然后就再这样炒到均匀。我这个锅呢是比较小一点，你们家里有大的锅呢，就拿大的炒比较方便搅拌。然后我今天的那个锅里的汤汁呢，大概有4毫升，所以每个人大概有500 ml 的那个汤汁，要把它炒到香味，可以嗅到香味了就可以了。一定要把这个虾壳炒到香哦，你的汤底才会好吃，而且也不会有那个虾的味道、臭腥味啊、腥味重，不会。这样就差不多了。
那我们现在把火开大，然后把这个虾壳呢加进去，慢慢的加哦。Oops， 第一次上镜有点紧张。等到它水开了、汤开了呢，我们就小火焖煮，全程大概2个小时，就是刚才开始的2个小时到最后的2个小时，是总共2个小时。然后呢，把盖子盖住，那水开了吧，就盖起来，把火关小。在我们等待这个虾面汤的当儿呢，它还没有好，所以前前后后要2个小时。所以这个空档呢，我们可以先准备那个虾面的配料。我们首先呢，就冷水下锅煮鸡蛋，就是所谓的 hard boiled egg。然后呢，把火开大，把盖子盖起来，计算8分钟。这我们就准备另外一个配料，就是虾。这个呢，我已经事先呢把这个虾做好了。要是你们呢还没有做的话呢，就趁这个空档呢，把虾的那个里面的肮脏的那个肠胃啊、虾膏啊去掉啊，然后那个虾膏的虾头的那个肮脏的东西去掉。等一下我们的汤煮好了，就放下去煮一下，拿上来，因为虾是很容易煮熟的那个食物。2个小时的时间到啦，我们的汤已经好了，然后呢就把火关掉。之后呢，我们要把这个汤过滤在另一个锅里面。我现在呢用另外一个锅，然后呢大家要小心哦，很烫啊，然后慢慢的倒，不急。那颜色挺美的，等下我们还要加多一点那个三包鸡粒 paste。再把它捞起来，就这样。接着呢，我们就要加多一点这个鸡粒 paste。这个汤里面为什么会这种颜色呢？因为是猪骨里面的那个collagen 胶原蛋白。多一点油给它浮在上面，比较美。因为不够咸，放点冰糖，不要太多。把火开回去，搅拌一下，因为冰糖要几秒钟才会溶解。调味呢，一个人还有口味重的呢，可以放咸一点，稍微甜一点。然后我们年纪大的啊，或者是要有健康的人啊，就少放点盐跟那个冰糖哦。就这样可以了。还有，别忘了我们的虾哦，放下去煮。虾是很快熟的，只要那个壳变红色就是熟透了。也不要煮得太久，煮得太久呢，虾肉会很柴很干，不好吃。OK， 你看吧，虾壳变红，我这个是因为是海里的虾，所以它的颜色呢不会说像那个养的那个农场养的那个这么深红色，这个就是熟了。之后呢，我们就准备煮我们的面。我们要煮面的时候呢，先把这个汤的那个火关掉，要不然呢，越煮就那个汤就越干掉、蒸发掉。那首先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下，今天我也有做干捞的面，然后呢，这个里面呢，我是加了虾汤，跟我的那个3包鸡粒 paste， 还有黑酱油。至于黑酱油呢，要多少呢？你们喜欢要黑一点呢，就多放；不要太黑呢，就少放。然后鸡粒也是要辣的就多放，不要辣的就少放，随意。首先呢，我就先煮豆芽，这个是2个人的份，我跟我的媳妇。因为我很少吃的，就放少一点。应该熟了，因为豆芽是可以生吃的，尤其是外国人，他们也拿来做salad啦，
所以应该是熟了。我就加进去我的这个干面那边，然后呢，这个我要装进碗里面是汤汁的。把多余的水倒掉。接着呢，这个是我们2个人的分量的面条，黄面条，就这样吧，不要太多。然后呢，这个米粉呢，事先我已经呢蒸好了，它是蛮软的了。而这个面也通常是外面买的面已经是熟面了，所以我们只要烫热一下就行了。OK， 那个面啊跟米粉好了，不要煮得太久，煮得太久就很烂，不好吃，没有口感。接着呢，我们现在煮这个空心菜呢，干公，马来话就是叫干公，福建话叫英菜。刚才呢，我说我的干捞面啊。所以我就事先搅好先，因为这边很烫。刚才那个饲料，然后用米粉、豆芽那个面呢搅好，搅拌均匀就可以了。然后把配料呢放在上面，摆在上面就行了。OK， 菜好了。简单版的冰城虾面就做出来啦！大家一定要去试一下哦，这一款虾面非常的好吃，而且是我经过家婆改良版的，非常简单的一个简单化了，简单化的一个虾繁忙的都市人。对，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啦，我们下期再见喽，拜拜。